神龙本是世间至尊神物，可这方世界却不许有龙存在。只因龙天生掌控天地之力，神龙一出，谁与争锋？而在远古时期，曾出现过几尊真龙，但却都被天人妖三大势力联手诛灭。怎料我刚重生就成了一条小辣条，可身为华夏人，焉能甘心当一条爬行的蛇？怎么也得到那伏妖凌云的神龙。然而此念一出，我的脑海中顿时就出现4个大字：左交化龙。而这4个字却仿佛具备某种魔力，短短1个月就让我领悟了大龙香诀功法，一跃从3寸小辣条修炼成100丈长的千年蛇妖。可就在我暗暗呢喃要走交时，瞬间山林之上传来了巨大的雷鸣声，顷刻间苍穹上的黑云急速汇聚，一股惶惶不可终日的天威向我倾泻而来。劫云现，天劫出，此时整座太行山的妖物都惊骇忘年，旋即便见一条蜿蜒庞然的蛇躯扶摇直上，仿若一根擎天柱般的立在了天地间，通体上下弥漫出霸气而恢宏的气息。而随着我的蛇躯立起来，一声声惊雷迅疾地从茫茫苍穹深处直射而来，空中弥漫着遮天蔽日的狰狞恐怖气势。与此同时，太行山某座山头的蛇宫大殿内，一位胖嘟嘟的蛇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，混账，谁人如此大胆？喝声一出，他怀中的蛇美人柔声地问道：“大王怎么了？”蛇王煮酒并未回答，推开怀中的美人，身形微微一晃，骤然间出现在了大殿的门口，遥望上空。岂有此理！本王执掌蛇族几百年，早就明文规定不准蛇走蛟化龙，竟有蛇敢公然忤逆本王！大王不就是一条蛇走蛟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位被推开的蛇美人贴了上来，娇媚一笑，妾身倒觉得大王应该高兴，她可是帮了大王的忙啊！听闻此话，煮酒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，刹那间蛇美人就开始心里发懵，她感觉到了一股冰冷无情的死亡危机。如果接下来的话说不好，恐怕这位蛇王不介意辣手摧花，毕竟这座蛇宫的美人多的是。然而蛇美人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，可并非仅仅只是供蛇王取乐的花瓶。只见她会心一笑：“大王，蛇族内您那条不准蛇走蛟化龙的规矩早就多有不闻，只是碍于大王的威严不敢造次。现在有条蛇如此轰轰烈烈的渡劫，要是对方在天劫下灰飞烟灭，那么族蛇们就该知道大王定下那条规矩完全是为了大家好。”此话一出，煮酒面色化怒为喜。美人说得好，怎料蛇王刚想好好亲蛇美人一口时，却见美人仰望苍穹，一脸痴迷的感叹：“哇，好美啊！原来天劫这般梦幻。”此时苍穹因为天劫降临被染成了暗红色，一朵朵娇艳欲滴的劫云花显化，宛如漫山遍野的鲜花，美得让人炫目。不过转眼的功夫，竟足足有72朵劫云花衍生出来。蛇王煮酒瞬间惊呆了，区区一条蛇妖走雕而已，居然引发了天老爷降临72大劫。另一边，昆仑山东山道教和西山大雷音寺的交界处，一袭紫青道袍的道真掌教看到此情景，也不禁感叹道：“我的无量天尊啊，这蛇妖真是了不得，居然引发了天老爷降临了72道大劫下来。天老爷这是准备往死了整这条蛇呀！”穿着金色袈裟的古神佛回道：“既是必死天劫，说明此蛇定是心邪之辈，掌教还是趁早处理的好，等蛇妖渡过天劫化为蛟龙，可就麻烦了。”道真掌教拂须一笑：“我昆仑虚斩妖斩的是恶，斩的是罪孽，那条蛇既无伤天害理，本座斩它干嘛？况且天老爷都降下72天劫了，对方已经够惨了，咱就还是别给他添乱。”古神佛双手合十，摇了摇头：“掌教莫非忘记了这片9天10地早就已经没有了龙的容身之处吗？”乐观的道真掌教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瞬间沉默了下来。此时苍穹之上的一朵劫云花轰轰烈烈的盛开，娇艳欲滴，璀璨夺目，花蕊中雷光交织，随后一道蜿蜒的紫电霹雳朝我狠狠斩下来，伴随一声仰天蛇啸，我整个蛇身瞬间被炽烈的雷光所笼罩，但我万死而不屈。好在不久后，嘶吼下的我挺过了第一道天雷，可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苍穹衍生出来的一朵朵劫云花，就仿若是一道道催命符，天雷继续滚滚而下，我继续嘶吼着以肉身硬抗，久而久之，我鳞片炸开，血肉开始横飞，整个脊椎几乎快被劈断，可以清晰看见蠕动的肌肉和森白骨节，唯有舌头上的那双金色蛇眸还在闪烁不屈。苍穹的天雷不断，丧心病狂的狂轰乱炸，这对于渡劫者来说是一场史诗级的可怕灾难，可对于旁观者来说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同时也令山中无数妖物心生感叹，不得不服。因为寻常生物渡劫不超过9道天雷就落下帷幕，而眼前的这条蛇已经扛了足足30多道。蛇王煮酒看着被天雷随意蹂躏的我，张口大喝：“尔等都看到没有？走蛟就是这种下场，非本王不让，而是天不许！大王，天劫好可怕，妾身受不了了！”蛇美人脸色发白的惨叫一声，原地缩小显化成一条色泽鲜艳的青蛇。不仅如此，整个蛇宫但凡化形的蛇妖也纷纷现出了原形。可惜我蛇族损失了一员大将，蛇王不受天威影响，但却遗憾地摇了摇头。此时被天雷蹂躏的我不断发出肝肠寸断的痛苦，强度之大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期。要知道现在不过是走蛟之劫，而并非化龙啊！我艰难仰望苍穹那一排排等待绽放的劫云花，璀璨光华的同时更是触目惊心。特么的，老子不过就是走个蛟而已，凭什么要扛那么多道天雷？这实在太欺负人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华夏有句古话叫做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大丈夫既重生成蛇，还未走蛟化龙，焉能郁郁狼狈而亡，抱憾终身？随即我眸中一道凌厉的光芒乍现，区区几朵花就想要了老子的命，老天爷算个球，老子不服！此话一出，笼罩在我周身的雷光瞬间烟消云散，苍穹的劫云花也一朵朵的凋零下来。
倾袭而下的天威更是不复存在，这也就预示着天劫彻底落下帷幕。蛇妖居然走蛟渡劫成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无数道吸凉气的声音在群山各个角落此起彼伏。天道不能乱我心，天雷不能毁我志。以我雄心凝聚龙魂，以我残骨凝练娇躯。从此天地因我而存在，日月因我而运行，我必将永垂不朽，千古而长存。给我凝！天空一阵低沉而威严声震耳发聩，小兽妖物们撑着惊骇的目光，呆若木鸡。那蛇妖进化成蛟了，短短几个呼吸之间，我全身上下覆盖一枚枚光芒闪耀的金色鳞片，紧接着巨大的头颅长出坚不可摧的峥嵘大角。更为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的腹部上中下眼生三足而立。快看，三爪蛟龙出现了！无数蛇妖顿时沸腾，他们朝天高亢顶礼膜拜。蛇王煮酒整个人的表情逐渐难看起来，很显然这对他来说绝非好事，因为这意味着蛇族那条不成文的规矩恐怕将彻底成为历史。而昆仑山上人族2大掌舵人满眼震惊，他们都没想到那条蛇最后能渡劫成功。全身缭绕仙气的道真掌教透出一丝欣赏之色，此妖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可大雷阴谷神佛却摇了摇头，阿弥陀佛，蛇一旦化蛟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，既然掌教大人无斩妖之心，不如贫僧用手中金箍将其收入我门，好好驯化。道真看了眼古神佛手上突然出现的金箍，大为吃惊。老和尚，你越界了！道真斩妖佛门驱鬼，大家向来都是各司其职。古神佛单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老衲总不能看着那条蛟龙日益壮大，从而祸乱天地吧？道真闻言表情正色起来，和尚你几个意思？你是在说我这位掌教渎职吗？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白色道袍的年轻男子宛如流光爆射而来，他眼中流露一丝激动，跪在道真掌教面前。弟子宋朗拜见师尊。道真掌教看着自己的徒弟，疑惑问道：老十二，你这是作何？师尊，弟子苦修剑道20载，本命剑至今从未出鞘过。弟子曾在心头起誓要用世间最凶恶的妖魔血来为自己的剑开封。如今世间出现一条蛟龙，正是天赐机缘。宋朗说着，眼露金芒，朝着太行山的高空望去。听闻此话，道真皱了皱眉。那蛟龙乃蛇渡劫所化，经历72天劫而不死，本就命不该绝。况且对方身无煞气，怎能无故斩杀？宋朗见师尊并不赞成他出剑，顿时急了。蛟龙是妖，是妖就该斩杀，以免祸害啊！糊涂，人有正邪之分，妖亦是如此，怎能胡乱杀戮？回去！师尊！宋朗再次跪下不愿起来。一旁的古神佛见状，露出邪魅一笑，不愧是昆仑虚的弟子，真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英雄。蛇本性情残暴，纵然化了蛟也难逃本性。若对方将来成为太行山上的恶蛟兴风作浪，昆仑虚恐怕难辞其咎。宋朗朝着古神佛一拜，大师说的是，所以弟子绝对不能让昆仑虚留有污名。说罢，宋朗身上的无形剑意顿时沸腾起来，隐约间就要将自己化为一柄巨剑。道真见状，张口大喝：老十二住手！本座让你回去。宋朗却整个人凌空跃起，弟子今天恐怕要有违师命了。待弟子斩了那蛟龙，再向师尊负荆请罪。下一秒，他大喝一声：剑来！瞬间，一把3尺清风长剑猛然握在手中，恐怖无边的剑势瞬间划破长空。道真一脸不悦地看着古神佛：老和尚，你怂恿我那弟子斩蛟，此举不但害了蛟龙，更害了我那弟子。阿弥陀佛，想必掌教大人误会了，贫僧这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啊！道真此刻的心无比纠结，因为凡是剑修第一次出剑斩妖，要是折戟下来，无敌的道心就会损破，而道心损破，剑修的剑一辈子也就锋利不起来。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且看是蛟龙命不该绝，还是自己这位弟子造化更深。另一边，太行山蛇宫大殿，蛇王煮酒看了天上的蛟龙，又洞察族内无数蛇妖冲其顶礼膜拜。这种现象让他这个王甚是恼怒。若是不斩杀悬在这太行山的3爪蛟龙，那么他数百年来定下的蛇不准走蛟化龙的规矩，恐怕就这样会被无形的击溃。察觉到蛇王异样的蛇美人心惊胆战的开口：大王三思啊，何不拉拢此蛟龙来壮大我蛇族的实力？这样我蛇族就是太行山72股势力数一数二的存在。但能成为蛇王，煮酒岂能不知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地位？只见他大手一挥，放肆妇人之见，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等收拾了蛟龙再找你算账。就在煮酒正要踏出宫殿时，人族京都方向却有一道璀璨的剑芒朝着蛟龙斩去。见状，煮酒眼中诧异，看来蛟龙的诞生竟有人比他还心急。可想了半天，实在让他摸不着头脑。毕竟蛇族出了一条蛟龙，跟人族何干？而蛟龙又不曾下山祸乱过。此时太行山高空的我兴奋极了，老子我终于走蛟成功了，天劫又能奈我何？可就在我准备下降归隐山林时，却见一道摧枯拉朽的剑芒携带无敌的杀气划破长空而来，大有直捣黄龙不死不休之势。我金色烛火般的瞳目伸缩一眯，透过席卷而来的那道剑芒，眸光最终定格在京都那座高耸入云的神山上。那座山虚无渺茫，笼罩许多神秘的力量，连我这双破望金瞳都看不透。可我冥冥之中感知，对自己出手之人就在那座神山上。我这条刚诞生的蛟，未曾下过山，未曾染过人血，何苦容不下我啊？难道只是人妖势不两立吗？我的那双金色瞳目一下子冷淡起来，天雷都奈何老子不得。区区一道剑气，不过丢人现眼而已。我心中冷冷一笑，我要是动一动身子都算我输。走蛟成功后，我建立起来无敌的道心，望着席卷斩来的恐怖剑芒，真就不闪不避不退不防守，将自己庞大的蛟躯彻底暴露在外。那璀璨无敌的剑芒一骑绝尘，早就引起了整座山的妖物注意。走出蛇宫的煮酒看到这一幕，更是气得跳脚，愣着干嘛呢？快防御啊！你若这样被斩杀，丢的可是我蛇族的脸。煮酒就算看其不顺眼，也不想对方就这样窝囊的死在人族剑修手中。然而好似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划空而来的剑芒携无敌的气势，摧枯拉朽的斩在了蛟龙之躯身上。紧接着传出一阵非常刺耳的声音，犹如金属碰撞摩擦火星四溅。那无敌的剑芒结结实实斩在我
我身上，却连鳞甲都没破开，甚至还一点刮痕都未留下。顿时太行山响起来了无数倒吸凉气的声音，好可怕的肉身，这就是蛟龙吗？而此时的我满眼轻蔑之色，就这，我还以为那剑芒能有多少厉害，感情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随即我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对面京都的那座神山，金色瞳目闪过一丝不羁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下一刻，我蛟龙如渊一般消失在了众妖的视野中，藏于山林之中，不见踪影。而在昆仑山上，凌空而立的宋朗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自己无敌一剑被轻易抵挡的画面令他如遭重击，身为剑修无敌的道心瞬间破去，整个人如掉了线的风筝陨落。事态的转变也令道真掌教第一时间飞身过去，从空中接住了自己的徒弟，满脸的心疼。老师二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为何不听为师的话？师尊，对不起，是弟子无能，弟子给您丢人了，莫说话了，师尊带你回去疗伤。阿弥陀佛，此教或许跟我佛有缘。古神佛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中的金箍，颇为遗憾，若没有昆仑虚弟子插手，这箍子恐怕已经戴在了蛟龙头上。太行山轰轰烈烈的一天过去，黑幕降临，在某山林之中，一条蜿蜒庞然的身影在游曳，纵横300丈，所到之处被拖出一道长长的沟壑。我穿梭山林，苦恼的呢喃着，堂堂一条蛟龙，连个栖息之地都没有，实在有点可怜。然而这茫茫大山，两眼一抹黑，实在不知去何处找一个自己理想的栖息修炼之地。突然就在这时，这片山林的温度直线下降，远处沙沙作响，地面剧烈震动。我皱了皱眉，感觉自己好像被团团包围了。我现在所处的地界已经不再是浅山之地，而是深山之中，千年大妖都随时可见。但我有自信一般的大妖是不敢来找我这条蛟龙的麻烦，何方妖孽，通通滚出来！我大口一张，猛然暴喝，周身蛟龙的气息沸腾。只见四方山林一排排树木折断下来，有大量修为强大的蛇妖涌现而出，他们一条条昂首而立，妖气沸腾，模样凶煞恐怖。见状我微微诧异，好大的一股蛇族势力，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开始警惕，并没有因为自己成了蛟龙而轻视眼前的这些蛇妖。小人们在此恭祝大人早教成功，大人天命所归，化龙指日可待，我等愿追随大人马首是瞻。四方林间顿时响起了一阵山呼海啸的声音，黑幕下一条条体型庞大、模样凶煞的蛇妖纷纷朝着我匍匐下来，将自己的头颅紧紧贴在了地面。我闻言一脸懵逼，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眼前出现的这些蛇妖道行都非常高，基本都是1000年级别，最次都是500年以上，集结起来算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，哪怕在深山密林都是横着走。可他们没来由的出现，目的居然是为了想追随自己。但我也不是一个纯纯的小白，我知道太行山的蛇族是有蛇王的，而且是洞主妖王级别，一方诸侯的存在，绝对不是我一条刚诞生的蛟龙可比。你们这是想改弦易志，背叛蛇王，转而投靠我？我不为所动，淡淡开口。这是一条头长宏观、深有羽翼的怪蛇昂首而立，从群蛇中脱颖而出，它蛇尾犹如凤尾，一看就不是寻常的蛇妖。凤尾机关蛇像是群蛇的领头人，它声如啼哭，说出缘由：大人，并非我等想脱离蛇族背叛蛇王，而是我等都有一颗逆流而上、百死不悔的走蛟化龙之心。白天亲眼目睹大人渡劫走蛟的雄姿，十分膜拜，故而才想追随大人左右。我等皆想走蛟化龙，求大人成全。群蛇纷纷大声呼应，神情激动。然而我又有点懵逼，尔等想走蛟化龙，自去修炼就好，为何要追随于我？因为蛇王早就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蛇族之内不准有蛇走蛟化龙。凤尾机关蛇愤愤地说，言语多有怨念，像他这种蛇类血统高贵的王蛇，出生那日便天生异象，如果不陨落，再不济也能竞争蛇王位，当个一方诸侯。要是修走蛟化龙路线，注定要飞龙在天。可如今的蛇族蛇王威严下，不准一条蛇修炼走蛟化龙，大家渐渐都死了化龙之愿。偏偏今日天劫下一条金色蛟龙横空出世，更是将群蛇那颗死了化龙的心给激活了。我闻言惊呆了，蛇族还会有这种扯淡的规矩？在我的理解中，蛇不化龙便是虫，既生而为蛇，又步入修行之路，焉能不朝着走蛟化龙努力？你们可知蛇王为什么要立这种规矩？我很是疑惑。凤尾机关蛇不假思索回道，蛇王自己本是上古神兽吞天蟒，可吞天噬地，不但肉身强大，还拥有本命神通，但缺陷就是失去了化龙的资格，只能走纯蛇修炼路线。他就是担心族内有蛇化龙，动摇了他蛇王的地位。你们懂什么？休要在蛟龙大人面前胡说八道。只见一条巨蛇扶摇直上，沉重的阴影将群蛇笼罩，给人一股可怕的压迫力。群蛇一下子安静下来，我一双金色烛火般的瞳目金光闪烁，此蛇一立，居然连我都感受到了一股若有似无的压力。更令我诧异的是，这具蛇头长一块犄角，非常醒目。见过长老，群蛇纷纷发出尊敬的声音。这条巨蛇就是蛇族的长老，地位不但在群蛇之上，而且道行高深。另外，它还是一条蛟蛇，蛟蛇就是走蛟失败，幼命不该绝在渡劫中捡回一条小命，但这种现象非常少见。现身后，这条蛟蛇并没有倚老卖老，它立起来后又朝着我弯下了身。老蛇拜见蛟龙大人，大人切勿听这些小辈胡言乱语。蛇王不准族人走蛟化龙，并非妒贤嫉能，而是当年他还未上位之时，就亲眼目睹了老蛇王在走蛟渡劫中灰飞烟灭。不但老蛇王，凡我蛇族历代的蛇王皆是死在走蛟的天雷下，无一例外。他说着说着，语气不由透着悲凉。蛇长老这时目光又扫向群蛇，尔等小辈不知，其实这不准蛇走蛟化龙的规矩，并非现任蛇王所定，而是当年老蛇王在渡劫前就留下的。他说，如果连他都走蛟失败，那么从此以后，蛇族就不准再有走蛟化龙的蛇。凤尾
尾机关蛇不服开口，既是如此，那为什么从未听蛇王亲口解释过？我不信，要不是我这条老蛇活得久，当年是追随老蛇王，否则我也不信。可这就是事实。蛟蛇又尊敬地看向我，蛟龙大人，您可谓是我蛇族万年不世的天才，您恐怕不知道这走蛟的劫数要比寻常妖物的劫数厉害数倍，而您今天渡的72大劫，可谓必死天劫，更比寻常妖物的劫数厉害数十倍不止。周围匍匐的群蛇听闻都不禁全身瑟瑟发抖起来，他们知道白天降临的天劫很恐怖，但不知道如此变态。隐隐间，众蛇望去我的目光更是充满了崇拜。蛇长老的话有一定程度的吹捧，但却无意间解开了我藏在心中的疑问。我在渡劫过程中就纳闷，为什么区区一个走蛟的劫数威力会那么大？感情是天老爷特意给我穿了小鞋，所幸我修炼大龙象诀，福大命大闯过去了。然而我却冥冥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若天老爷看我不顺眼，就算这次自己走蛟成功，那么接下来化龙的劫数呢？恐怕到时候会比这次更惊险万分。可片刻后，我眼中涌现出熊熊烈火般的斗志，老子怕个球！还是那句话，不服就干。我沉吟一番后收回思绪，你身为蛇族的长老，自有你的地位，难不成你也想追随在下？老蛇运气好，能在走蛟失败的前提下还苟活下来，本该自足常乐。可今日听闻大人那句天道不能乱我心，天雷不能毁我志，将老蛇给唤醒了。大人更为我等好好上了一课。走蛟虽难，但并非不可逆。既是如此，只要我这条老蛇还活着，就还有机会。我笑了笑，长老走蛟的拳之行，令在下佩服。不过说着，我洞若观火地扫向四方山林一大片蛇群。不过在下资历尚浅，道行浅薄，恐怕不能答应诸位的要求，还请回吧。此话一出，群蛇全都大吃一惊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眼前的蛟龙根本没道理拒绝。在座都是千年级别的妖物，每一条蛇妖都有不俗的战斗力，那么多蛇聚集起来，也算是太行山一波不小的势力。眼下主动前来投靠，纵然对方是蛟龙，也应欣喜若狂。大人，我等是真心前来投靠，请大人看在我们走蛟的决心上，收下大家吧。凤尾机关蛇不死心的恳求，真心投靠。我闻言笑了，那双看破世间一切虚无的金瞳死死盯着机关蛇。我将自己纵横300丈的娇躯昂首而立，一刹那，这些庞大体型的蛇妖都变得渺小起来。赫然间，一股似龙般的王者霸气激荡出去，压着群蛇瑟瑟发抖，匍匐在地。蛇长老没想到蛟龙会突然翻脸，急忙解释道：“大人息怒，我等没有冒犯大人之心，尔等是没有冒犯本蛟，但尔等却拿本蛟当蠢物。”我的声音立时高了1个分贝，你们所谓的真心投靠，不过是拿本蛟当挡箭牌，替你们挡住蛇王的怒火。真当我是3岁小儿吗？如此一大群拥有战斗力的蛇妖集体叛离，蛇王会是什么反应啊？恐怕今日我收下这些小弟，明日蛇王就杀过来找我算账了。蛇王身为太行山的洞主妖王，其底蕴根本不是我这条新蛟可比。按照我的理解，洞主妖王的道行起码在10万年以上，而我纵然进化成蛟，但也不过刚走出新手村而已。我可没有因为自己现在成了蛟龙就目空一切，念在我原是蛇的份上，这次就不同你们计较，都滚吧！我将镇压的气势收回来，下了逐客令。大人，再废话，你们将来能不能走蛟不确定，但一定能进蛟的肚子里去。我此话一出，杀意了然，顿时一条条蛇妖大气都不敢喘，悄然如潮水般退去。等等！突然我莫名喊了一声，机关蛇偌大的身躯宛如利箭射到了我的面前，瞬间文符下去，毕恭毕敬。大人是改变心意了吗？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：问你件事情，在下需要一处带水的栖息之地作为修炼场，你可知哪里合适？这条天生高蛇一等的机关蛇先是一愣，沉吟许久才道：回蛟龙大人的话，小人还真知道一处好地方，可谓是上佳的水泽福地，名为卧龙潭。此潭上有100丈瀑布，下有地下暗河川流不息，周围环境秀丽，灵气充沛，绝对是大人修炼的不二之选。只不过有一点小人不敢欺瞒，卧龙潭隶属蛇族地盘，蛇族地盘这点我其实心中已然猜到，不过这并非什么棘手难题。我虽然进化成蛟脱离了蛇主，但绝不代表我就要与蛇族彻底划清界限。另外，这座连绵起伏、巍峨雄伟的太行山，虽然地域辽阔无边无际，但各大区域早就被各大种族势力划分的泾渭分明。去蛇族的地盘总比贸然闯入其他种族的领地要好上许多。你说一下卧龙潭的具体位置。我沉吟片刻，出声询问：大人若不嫌弃，小人愿亲自带大人前往。机关蛇忙不迭的献殷勤：不用了，你且将具体方位如实告知本蛟，带路之事就不劳烦你了。机关蛇尴尬的讪笑一声，随后一五一十的将位置详细说清楚。多谢。我记下之后，那纵横300丈的蛟躯微微一动，霸气无比的游曳离开，而这条凤尾机关蛇却一直留在原地，蛇眸闪烁间流露出一种阴谋得逞的狡黠眼神。机关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将卧龙潭推荐给蛟龙大人！你明明知道卧龙潭乃是我蛇族历代蛇王走蛟的修炼圣地，自从当代蛇王立下蛇不准走蛟化龙的规矩，卧龙潭那块水泽福地就被荒废了。你现在将蛟龙引过去，到底是何居心？难道就不怕引火烧身吗？原本已经离开的蛇长老竟鬼一般的出现，机关蛇却冷冷回道：那条蛟龙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，但也要更胆小。我这是在帮他，好一个帮！蛇长老紧紧盯着机关蛇，蛟龙入潭就等于自立门户，到时我们蛇族的势力必定会分化为2极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蛇族万万蛇，不应都当缩头乌龟，不应只有一条修炼之路。长老，我们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我们必须逼着蛟龙就范收下我们，否则我们现在夹着尾巴回去，蛇王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机关蛇义正言辞，仿佛是在为天下群蛇谋求出路。你算计蛟龙，可想过后果？我说了，我是帮他，更是救他。既已成蛟，还想低调行事，还想明哲保身，岂非痴心妄想？殊不知蛇王早就对他动了杀心。而此时我那纵横蜿蜒的蛟身穿过层层山林，寻寻觅觅间来到了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大深潭面前。此时天刚蒙蒙亮，只见深潭内有一条千丈瀑布如银河倒过，溅起白腾腾的水汽，如梦如幻，好似仙境。此潭的环境美得令人惊叹。只此一眼，我就心中笃定这卧龙潭便是自己理想
想的修炼福地。我露出了欣然的笑容。这样一块天然形成的水泽福地，恐怕在整座太行山小地也是屈指可数啊。只是我眼神中出现一丝疑惑，如此绝佳福地，蛇族会没有妖来霸占？当我那双如烛火般的蛇眸死死盯着波光粼粼的潭面时，我敏锐地察觉到潭底深处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妖气涌动。这时潭底的妖物似乎也察觉到了我这位不速之客，一道厉喝声自潭底骤然爆起，来妖速速滚开！此地为蛇族禁地，入水者死！我闻言莞尔一笑，淡漠开口：我若不滚啊，找死！顷刻间，潭底深处一股可怕的蛇类妖气瞬间沸腾起来，溢出潭面妖气便化为无数条恐怖的毒蛇，朝着我蜂拥而逝。千年蛇妖可不配霸占那么好的地方。我一察觉到那股妖气，便知晓对方的级别，心中有数之下，更是无视对方的攻击手段。那些妖气所化的毒蛇一接近我的附近，就如同水域烈火，纷纷溃散于无形。看样子有点本事，本妖亲自出来会会你。只闻潭底中央一声巨响，水下冒出一颗巨大无比的蛇颅。尤为惊奇的是，这颗蛇颅竟长着3只蛇眼，第3只生在额头，乃为树瞳，冒着恐怖至极的凶光。然而这3眼巨蛇现身后，本欲大展神通，兴风作浪，可下一秒他就直接傻眼了。潭岸边立着一条100丈蛟龙，正用戏谑的目光望着他，那纵横的娇躯，覆盖全身的悠然鳞甲，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神圣感觉。蛟龙3眼巨蛇仿若醍醐灌顶般神色惊惶道：莫非您便是昨日那场惊天动地的成功走蛟之灵？我眼底掠过一抹饶有兴味的光彩。不错，昨日我尚为蛇形，今朝已然化蛟。实不相瞒，此块水泽灵地本蛟已然相中，你且思量思量，你我之间究竟何人该速速离去？是。3眼巨蛇的内心猛地一滞，然而转瞬之间，他那蛇眼中立芒爆射，凶厉喝道：蛟又如何？胆敢擅闯蛇族禁地者，唯有死路一条！话音未落，这3眼巨蛇额头上的第3只眼骤然如烈日般璀璨闪亮，一道诡谲莫测的绚烂光束急射而出，眨眼间这道光芒便直射在了我那100丈蛟躯身上。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赫然呈现，巍峨磅礴的蛟躯瞬间如同被施了定身咒般原地石化，须臾间便化作了一条仿若由巧匠精心雕琢而成的实质蛟龙。所谓蛟龙，也不过尔，我表哥乃是当代蛇王，受其嘱托由我镇守这卧龙潭。莫说你是蛟，哪怕是真龙降临，在此地也休想肆意妄为。然而瞬息之间，3眼巨蛇那嚣张的笑容便如同被冻结的霜花般僵在了脸上，原本已然石化的我竟奇迹般地动了起来，身上10块好似深秋飘零的落叶坠落而下，最后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恢复如初。怎会如此？我的本命神通从未有过失手之时。3眼巨蛇瞠目结舌，震撼到了极点。既然你率先出手，那本蛟也只能将你吞噬入腹。顿时，一张宛若无底深渊的血盆大口朝着3眼巨蛇吞噬而去。刹那间，整个天地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片刻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一个饱嗝。如此一来，这块钟灵毓秀的水泽福地便归我所有了。我悠然游入深潭之中，潭水冰寒彻骨，却又透着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舒爽之感。我正欲好好熟悉一下这卧龙潭，可突然间脑海中惊现一道玄之又玄的神通妙法，我的精瞳急剧收缩，紧接着微微一眯，石破天惊般的射出了一道璀璨夺目的光束，打在了数百米处的一棵参天大树之上。大树瞬间被石化，就连在树上栖息的一只飞鸟也未能幸免，一同被化为了坚硬的石头。这一幕就连我自己都不禁微微露出了惊诧之色。我将3眼巨蛇吞噬后，竟还获取了它的本命神通，这无疑是一份出乎意料的巨大收获。另一边，在蛇宫之中，主九原本怒气冲冲想要去惩治那条蛟龙，却不想被人族剑修抢占了先机。此外，他还被其他诸事牵绊。据手下禀报人族京都传来消息，大夏皇帝开启了1年1度的选妃盛典，普天之下的妙龄少女皆可参与海选考核，但凡被选中者便可入宫为妃。按理说，人族皇帝选妃与妖族毫无干系。然而大夏当代皇帝嘉隆向来骄奢淫逸，沉迷于美色而荒废朝政，登基100余载从未上过早朝，终日在深宫与美人嬉戏玩乐。另外，这位嘉隆帝还有一个独特的癖好，便是对化形的女妖情有独钟。渐渐的，太行山诸多种族势力也幡然领悟了一个道理：要想不被人族势力针锋相对刻意打压，那么就务必给那位荒淫无度的皇帝呈上一位美人。倘若得宠，此种族甚至有可能承蒙圣者招安得以庇佑。狐狸一脉便是典型的成功范例。而此时的蛇宫殿中，蛇王听闻了嘉隆帝选妃的消息，眼底瞬间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喜之色。他早有筹谋，送一位蛇美人进宫侍奉皇帝。毕竟这天下终究还是大夏王朝的天下，若能送一位美人进宫，不但能巧妙地缓和与人族的紧张关系，更能安插一位内线之人，从而精准地掌握皇宫的一举一动。这笔买卖无论怎样都是极为划算。到底该选谁进宫呢？大腹便便的煮酒在宫殿中来回踱步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焦急万分。最后目光如利剑般锁定在了一位蛇美人的身上。这位蛇美人正是之前劝说煮酒不要去斩杀蛟龙的那位。一句由蛇成蛟，跟蛇族也是血浓于水的话语，充分彰显了此女的聪慧无双，见识高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由于蛇宫中蛇美人犹如繁星璀璨，数不胜数，煮酒根本难以记住每一个人的芳名。那位聪慧的蛇美人微微一愣，之前的劝谏惹得大王雷霆大怒，迁怒于他，原以为自己恐怕要就此失宠，未曾想蛇王却突然询问他的名字。他的眼眸中喜色瞬间如烟花绽放，赶忙诚惶诚恐地跪在了蛇王的脚下。禀大王，奴家叫墨兰。煮酒闻言便连连摇头，墨字起的实在不好，你聪慧过人，明艳照人，就叫明兰吧。明兰谢过大王。明兰，你可愿进宫侍奉人族皇帝？此话一出，犹如惊雷炸响，明兰的脑子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。她原本不过是一条小蛇精，修炼天赋平庸无奇，能够进
进到蛇宫侍奉大王，已然算是人生最为辉煌璀璨的时刻。做梦都未曾想过有朝一日可以前往京都侍奉那高高在上的人皇。煮酒见蛇美人明兰愣在原地，语气冰冷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妾身全凭大王做主。那你可知道本王为何要送你进宫侍奉人族皇帝？”明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：“为我蛇族求机预谋造化。”说得好，你果然聪慧，本王没有看错人。煮酒放声大笑起来，随后从身上摸索出一个流光溢彩的药瓶，毫不犹豫地扔了过去。你的修为太过低微，这里面装着10颗珍贵无比的气灵丹，本王再送你10位童男童女供你享用。进宫选妃之前，你必须将修为提升至千年道行级别，明白了吗？谢大王赏赐，妾身必不忘大王恩德。明兰连连磕头谢恩。处理完这件事后，煮酒刚准备大快朵颐饱餐一顿，可眉心却紧蹙了一下，他的眼底闪过轻微的差色，一只大手朝着殿上空轻轻一划，便出现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，而这正是一幅蛟龙入潭的生动景象。见此，煮酒怔怔了良久，你倒是会为自己挑选风水宝地，本王还没来得及找你的麻烦，你却主动送上门来，竟还敢吞噬了本王的表弟。顿时，煮酒身形如浮光掠影，瞬间消失在了蛇宫。而此刻，我对整个卧龙潭完成了全方位且细致入微的探究后，便将自己那长达100丈的娇躯悄然沉入潭底，转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下来，我要心无旁骛地投入修炼之中，立志早日化龙翱翔9天。正当我即将开启大龙象诀修炼之时，蓦地外面骤然涌起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妖气，蛟龙，速速滚出来！一道霸气绝伦的怒吼声滚滚涌入潭底。我想也不想，巨大的蛟头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潭面，刹那间掀起惊世骇俗的滔天巨浪。下一刻，便瞧见上空悬浮着一位身着华贵无双的中年男子。蛇王，我脱口而出，对方的妖气中裹挟着极度恐怖的蛇类霸气，此乃一脉君王独有的无上威严特征。你倒是有些眼力，知晓本王乃蛇王，还不速速向蛇族行叩拜大礼？煮酒神色淡漠如水，悠悠开口：“蛇族见礼。”我仰头狂笑，阁下可曾听闻有蛟向蛇卑躬屈膝叩拜行礼的先例？蛟也好，龙也罢，这普天之下，这浩渺9天10地，实力才是主宰一切的至高法则。你纵已走蛟，但你那浅薄的道行，在本王面前不过沧海一粟。本王受你3跪9叩，乃天经地义。煮酒说此话时高高在上，眼神中尽是不屑与轻蔑。休要废话！我面色一沉，语气冰冷道：“听闻阁下善赌，严禁蛇走蛟化龙，此番想必是来取我这条蛟龙性命。善赌！”煮酒表情瞬间扭曲，这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混账东西肆意污蔑？本王不准族人走蛟化龙，确有其意，但善赌之说简直荒谬绝伦，滑天下之大稽。煮酒一双蕴含着毁天灭地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你应当清楚，本王此刻要杀你易如反掌，蛟在本王眼中不过蝼蚁。那龙呢？我反问你，莫非是担忧在下有朝一日化龙，对你构成莫大威胁？煮酒闻言仰天狂笑，仿佛听到了世间最荒诞不经的笑话。你笑什么？你觉得我无法做到？煮酒眼底闪过一抹犹如星辰炸裂的凌厉光芒，非你不能，而是这茫茫9天10地无人能够做到。这天下决然不可能有龙的存在。听闻我瞬间如遭雷击，满是疑惑地望着悬浮在卧龙潭上空的蛇王，此话究竟是何深意？相传当年大夏王朝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，除了轩辕大帝英明神武之外，更大的缘由乃是得益于一条神龙的亲力辅助，如此方才铸就这千秋万载的故事霸业。怎在蛇王口中竟成了世间不可能有龙的存在？煮酒继而神色冷若冰霜地说道：“你这条蛇能走蛟成功，本王大感意外，足见你天赋异禀，但也该适可而止，就此收手，或许尚有一线生机。你若执意继续朝着化龙之路前行，就算本王此刻不杀你，你也必在劫难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阁下究竟何意？还请讲个明白！”我怒声喝道：“圣人曾言，但凡9窍者皆可修仙，而民间亦流传着一句：天地万物者皆可化龙。可这悠悠万载岁月，天地间却从未诞生过一条真龙。你可知这究竟是为何？难道是芸芸众生，天下万物皆是酒囊饭袋，无能之辈，而是天不许？”煮酒说着说着，声音陡然拔高，因为天不许，人不许，妖亦不许，不许这世间有龙。龙可受世人敬仰崇拜，亦可献于百姓家中供奉的长生牌上，但独独不可现身于这片天地之间。蛇王煮酒的话语如滚滚天雷在我耳畔炸响，神龙现世，唯我独尊，凌驾万物。蛇王的言论让我如遭五雷轰顶，震撼不已。天不许，故而哪怕仅仅是蛇走蛟，老天爷亦会降下恐怖绝伦的大劫数，就是要断绝天下生灵的化龙之志。人不许，只因大夏王朝曾凭借一条神龙之柱，方才镇压天地妖鬼，人族深知龙的强大令人胆寒。如今王朝已定，霸业已成，更是无需有龙的存在。而妖不许则更为直白，那些道行高深称霸一方的妖王，又怎会甘愿看到自己的头顶高悬着一条睥睨天下的龙呢？本王念你天赋卓绝，乃当世奇才，才与你说的这般清晰明了。你这条蛟此刻若放弃化龙之心，本王许你重归蛇族，否则与其让你死于他人之手，还不如本王现在就将你斩草除根。蛇王冷冷地威胁道。然而我依旧沉浸在蛇王那番惊世骇俗之言论中，我万万没想到，简简单单的走蛟化龙，其中竟是如此危机四伏，让我放弃化龙，放弃自己的信仰与追求，可笑，真特么的可笑至极！天人妖界不许又如何？举世皆敌又能怎样？赫然，我一双如熊熊燃烧的金瞳瞬间燃起焚天烈焰，100丈娇躯宛如顶天立地的擎天之柱屹立于卧龙潭，通体上下散发出的气息仿若要将天地都碾碎。煮酒见我如此悍不畏死的姿态，脸色瞬间阴沉的如同九幽深渊，看来你当真是冥顽不灵，不知死活，道理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，你却依旧执迷不悟，一心求死。那妖本王便只好成全你。蛇王正欲全力出手之时，上空轰隆隆传来清冷决然坚定不移的声音：非我冥顽不灵，而是阁下你错了。
见状，煮酒不愿被我的气势所压制，整个人犹如一道璀璨绝伦的流星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天而起，下一秒瞬间便冲入了浩渺无垠的云端。本王究竟何错之有？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本王今时今日定要将你这跤碎尸万段，魂飞魄散。煮酒的眼神犹如狂风骤雨般凌厉到极致，浑身妖气汹涌澎湃，他的头顶上方骤然浮现出一条惊天动地、震撼乾坤的巨蟒虚影。我全然漠视蛇王的赫赫威压，那双烛火般的金瞳闪烁着深邃悠远的光芒。腾蛇化龙本就需怀揣一颗斩破一切世俗枷锁的强烈野心，更要有一颗吞噬天下的狂妄之心，如此方能一步一个脚印，步步登高，逆天而行，最终登上天门而俯瞰天下芸芸众生。天不许，人不许，妖不许，整个天地都不许，那又能如何？若没有吞噬天下那般狂妄无边、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，凭什么能够化龙？若连向死而生的无畏勇气都没有，又有何资格成为龙之神物？阁下身负10几万年深厚强大的道统，却瞻前顾后、畏缩不前，没有一颗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化龙之心。阁下身为蛇王，亦没有一颗海纳百川、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，反而还阻挡群蛇的化龙之路。你不妨问问族中的那些蛇，他们可曾惧怕生死道消、灰飞烟灭？所以在下说你错了，阁下可心服口服，承认此错。我的话语声如洪钟大吕，铿锵有力，一字一句，字字珠玑。煮酒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紧紧握着拳头，你当真纵使万死，也要执意化龙？蛇王发出最后一问，声音仿佛来自九幽深渊，令人胆寒。没错，我生来狂悖不羁，不受世间束缚，既已然走焦，怎能空负这100丈之躯？我定要打破一切束缚，缔造属于我的神龙传说！哈哈哈，后生可畏，真是后生可畏！本王今日也算大开眼界，小家伙，纸上谈兵的漂亮话谁都能说，但能否真正做到才是关键所在。莫说本王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本王就瞪大双眼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你如何登上天门，化身成龙。说着，煮酒眼底竟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欣赏之色。这时，他又忽然朝着下方密林扫了一眼，只见有蛇影如鬼魅般窜动，惶恐不安，惊慌失措。他重重冷哼一声，随后便转身凌空飞走，瞬间消失在茫茫天际，不见踪影。蛇王这一飞走，反倒让我惊诧万分。我本以为与蛇王之间会有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大战，甚至都做好了落荒而逃的准备。可不料我这3寸不烂之舌，居然为自己化解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巨大危机。我一时间还有些小小的得意，那犹如擎天柱一般的娇躯开始缓缓下沉，直至沉入卧龙潭潭底，消失不见。说归说，笑归笑，我立刻收起心思，进入了修炼状态之中。我如今实在太过弱小，面对任何种族的大王都不堪一击，眼下化龙才有天劫，这个暂且可以忽略不计。而自己身处太行山深处，人族的势力难以触及如此遥远之地，倒也无需惧怕。我唯一担忧的便是怕引起某些妖族大佬对自己的忌惮与仇视，希望能够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修炼吧。千年走蛟，万年化龙，我要迅速将自己的道行法力提升到万年妖的层次才行。我闭上眼睛，摒弃一切杂念，全身心的进入大象龙诀的修炼状态中。也就在这一刻，整个卧龙潭周围的天地灵气瞬间暴动起来，汹涌澎湃的朝着潭底汇聚。不多时，卧龙潭附近涌现出了大量的群蛇，一条条凶神恶煞，令人生畏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蛇王居然就这样离开了，他竟没有对蛟龙动手。一条足有70丈的老蛇口吐人言，发出沧桑古老、低沉沙哑的声音，而他正是之前想要前来投靠的蛇长老。群蛇中另有一条头长宏观、身有羽翼的怪蛇昂首而立，蛇眼中流露出兴奋至极的光芒。我赌对了，蛟龙将蛇王给说服，不但毫发无损，还真的留在了卧龙潭修炼。要知道，卧龙潭这块水泽福地对于蛇族而言意义非凡，历来都是蛇王的专属修行场所，这代表着蛇王的态度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。留下蛟龙，就等同于允许群蛇走蛟化龙。哈哈，你们这些家伙都要感谢我机关蛇的深谋远虑。蛇王既然不再过问，我们也就都能够留在卧龙潭修行了。此话一出，群蛇纷纷冲着这条凤尾机关蛇点头哈腰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蛟龙大人就是厉害啊！不过刚刚走蛟，竟能扛住我们蛇王的强大压力，而且还丝毫不落下风。瞧他刚才把我们蛇王给对的，我还从未见过蛇王如此吃瘪的模样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群蛇兴奋的议论纷纷，哈哈，蛇族的第2条蛟龙必然是我凤尾机关蛇。身有羽翼的机关蛇傲然开口。然而就在他正得意忘形之时，只见卧龙潭潭面波涛汹涌，犹如惊涛骇浪，有一道诡异至极、神秘莫测的光束自水底陡然射出，瞬间击中了机关蛇的身躯。机关蛇浑身一震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庞大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石化。等群蛇反应过来，这条刚才还舞扬威的凤尾机关蛇已经化作了一座石雕。群蛇们倒吸一口凉气，一条条瞪着惊骇的目光望着潭面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此刻潭底传来一股威严清冷、不容置疑的声音，这便是算计本蛟的代价。如有下次，这便是尔等日后的下场，绝不姑息。请蛟龙大人息怒，请容我等在卧龙潭附近的山林修行。蛇长老冲着卧龙潭匍匐下来，诚惶诚恐地开口：休要聒噪，饶我清修。此话一出，蛇长老跟群蛇欣喜若狂，谢大人成全，祝大人早日登天门化龙。下一刻，群蛇如鸟兽散，纷纷钻入了附近的山林，寻找各自适合修行的地方。数日后，在太行山最幽深神秘的一片区域，傲然矗立着一棵玉宇苍穹、势比高的遮天大树，一眼望去无边无涯。而更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这棵遮天大树的树冠上，竟稳稳矗立着一座雄伟绝伦的巨大城堡。城堡恢宏壮丽，奢华璀璨到了极致。此乃树上城堡，其主人是太行山4大深山妖王之一的古长明尊主。古长明此时树上城堡内正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妖王聚会，各大种族的妖王皆受邀而来，分2侧井然有序的站好，纷纷将敬畏的目
目光投向大殿上方的王座之上，王座空无一人，众人翘首以盼，满心期待。很快，一位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步伐优雅地朝着王座走去。顷刻间，一阵充满敬畏的声音如浪潮般响起：“我等拜见长青尊上，各位无需多礼，都请就坐吧。”古长明坐到王座之上，轻轻摆了摆手，顿时一个个妖王如蒙大赦，乖乖地坐在各自的席位上。随后便有一群身姿婀娜的侍女连步亲礼，送来美酒佳肴与珍馐美食。古长明微微一笑，今日找大家前来，其实也并无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本尊这棵老树久居城堡之中，闲来无趣，想邀大家一同叙叙旧。听闻大夏皇帝又开启了选妃大典，本尊还听说尔等纷纷往皇宫送去美女，可有此事？这一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众妖王心中炸响。各位别紧张，本尊并无怪罪之意，只不过人妖虽不像曾经那般水火不容，但也毕竟人妖殊途，尔等如此做法，是不是有失我妖族的气节与尊严？妖王们只能讪讪笑着，满脸尴尬。罢了罢了，下不为例吧。古长明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旋即话锋一转，那洞察一切的目光看向了其中一位大腹便便的妖王肥蛇，本尊倒是要恭喜你，你蛇族居然出了一条蛟龙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现场的妖王们立时表情变得古怪起来。煮酒被点名，尴尬万分的站起身来。尊上说笑了，区区一条小长虫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有别的妖王趁机插嘴道：“煮酒，蛇族自你当家之后，不是明令禁止蛇走蛟化龙吗？何时把这规矩改了？你这个老九也心不小啊！这是想培养出一条真龙，凌驾于我等之上吗？都说真龙出，万物臣服。煮酒，你这可是对尊上的大不敬啊！”一个个妖王纷纷开始落井下石。煮酒恶狠狠地瞪了身边那些起哄的妖王一眼，都给老子闭嘴！那条蛟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，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，别在这里给老子恶意泼脏水！听煮酒你的话头，你是想力保那条蛟，该不会真想将对方培养成真龙吧？王座上的古长明眼底一抹金光瞬间如流星般闪烁，煮酒顿时涌起一股彻骨寒意，连忙对着王座道：“尊上要是看那条蛟不顺眼，肥蛇我这就回去将其斩杀，拿着他的蛟胆给您泡酒。”肥蛇说笑了，本尊没有别的意思，蛟也好，龙也罢，太行山无所不容，怕就怕那条蛟化不了龙。古长明笑呵呵地说着，但眼底却闪过对蛇王的深深失望之色。尊上说的是，肥蛇我之所以留下那条蛟，就是想来个杀鸡儆猴，让那些妄图化龙的生灵看看，就算有人运气好走了蛟，将来也迟早会葬身在登天门的天劫之下，这世间绝不可能有真龙诞生。谁知古长明眸光一闪，那如果万一蛟真化了龙呢？煮酒一愣，心也渐渐坠入无底深渊。他知晓统治者向来对龙之神物忌惮颇深，但没想到忌惮到了这种令人胆寒的程度。哈哈，有万一才好呢。本尊活了无尽岁月，世间种种皆已见过，还就没见过登天门化龙的天劫。尔等听着，谁都不准对那条蛟动手，莫让本尊没了这出好戏可看。煮酒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。现场的妖王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目光交汇之间，心中已然有数。身为太行山妖族的统治者，是绝对不会允许有万一存在的，不杀就是杀。上位者的话，要反着听方能明悟其中深意。一场于树上城堡举行的盛大聚会，在数个时辰后便草草简单结束。各大妖王纷纷离之后，坐在王座上一直低眉浅笑的古长明脸色骤然间阴沉下来。这时，一位容颜绝丽的女子轻盈地飘到了古长明的身后，乖巧地为其按摩着。尊上在想些什么？是不是在生蛇王的气？古长明微微侧身，将他那只按摩的手迅速抓住。本尊为何要生那条肥蛇的气？清丽女子将娇美的脸贴在他宽厚的胸膛，自然是蛇王跟您装糊涂了。说什么想拿那条蛟龙杀鸡儆猴，分明就是想保蛟龙。他难道不清楚尊上不喜龙吗？保就保吧，本尊怎会将区区一条蛟龙放在眼中？尊上何等人物，自然不会畏惧。您怕的是蛟龙的出现会打破太行山的固有规矩，凡事有一就有二，天下蛟龙要是多了，总会出现一条真龙的。清丽女子的这番话让古长明的眼底闪过一丝诧异之色，伸手掐住她的下巴抬起：“你这个小丫头，不但出落得愈发美丽动人，还变得更加聪慧伶俐起来。当初本尊就应该将你送入皇宫才是。”女子一下子挣脱怀抱，气鼓鼓地说道：“尊上将我姐姐百花仙子送给大夏皇帝那个糟老头，现在莫不是还想将人家也送过去？人家才不依，人家要一辈子留在尊上的身边伺候。你放心，你跟你姐姐这对并蒂莲地气而生，得天独厚，送出去一只就已经够本尊心疼了。本尊才舍不得再将你这位百灵仙子也送出去。”说着，将百灵仙子重新拉入自己的怀中，继而道：“你刚才说的没错，蛟龙不可怕，怕的是坏了太行山不准化龙的规矩。尊上刚才在宴会就应该命令蛇王去杀了蛟龙才是。”古长明悠悠说道：“本尊原来以为肥蛇是个聪明人，知轻重懂厉害，却不想他也犯了糊涂。失算了，他聪明什么？为了区区一条刚诞生的小蛟龙，竟惹得尊上不快，简直愚蠢至极。你懂什么？太行山种族林立，若真要从其中寻觅一条最有希望化为真龙的生灵，恐怕就是肥蛇那条吞天蟒了。但他懂得审时度势，顺势而为，当上蛇族王后，不但自己没有朝着化龙去修炼，还立下了一条蛇族不准走蛟化龙的规矩，安了本尊的心，否则蛇族早就群龙无首了。”说着，古长明的眼底还闪过一丝欣赏之色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聪明人，却突然犯了糊涂，真是叫人左右为难。百灵仙子好奇地问道：“尊上，真龙就那么可怕吗？您可是太行山妖族的4大统治者之一，还怕区区一条龙？10000年了，世间无龙，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但本尊却真真切切地见过真龙。龙的威严与睥睨天下之态，至今是古长明心中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阴影。肥蛇虽然犯了糊涂，但本尊今天宴会上所说的话，想必很多妖王都会明白。那条蛟龙自会有人去解决。山中无日月时光眨眼即逝，在大象龙诀修炼的加持之下，我体内的法力一日千里，无穷无尽的天地灵气源源不断，一刻未曾停歇地涌入我的体内。而随着法力的不断增长，我的身躯也越来越庞大，从原来的300丈
长到了400丈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还领悟了众多神奇的天地妙法，如点石成金，如翻江倒海，更如一门起死回生术。但让我最为喜欢的还是这2日领悟的一门法术：大小如意术，变大时能吞云吐雾，变小时能隐藏形体，生时能在宇宙间飞腾，隐时能潜藏在大海浪涛之中。这本是真龙才具备的神通法术，而我如今才不过是一条蛟龙就已然掌握了，这都要归功于大象龙诀这门大道之力。这段时间我刻苦修炼，不曾有一刻懈怠，但总是在冥冥中能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自己，而这种召唤是从多个地方传来。近来法力高深后，我方才明白，那是许愿之力。民间有百姓向神龙许愿，而世间无真龙，唯有我这条蛟龙，故而愿力传到了我这里。弄明白此点，我深知自己赚取功德的绝佳契机已然降临。所谓神灵庇佑苍生，自是要有所施为。随即卧于潭底的我开始沟通那股许愿之力。刹那间，我的眼前铺陈出一幅崭新的画面，仅仅匆匆一瞥，我便深深的震撼住了。京都郊外于太行山山脚下，栖居着数万村寨的百姓，一座座村寨林立如星，一眼望去难以穷尽。村寨中的百姓依山傍水而居，日出则辛勤劳作，日落则休憩安睡。虽有山上妖鬼时常侵扰肆虐，为祸作乱，但日子也还算勉强能够维系。只因数朝历代，朝廷钦天监于每个村寨皆设立了村中祠堂，树立有鬼神的泥塑像稳坐其中，每一尊鬼神皆身负庇佑一方村寨免受妖鬼侵害的重任。而大夏王朝以钦天监为核心，严格管控天下香火，唯有生前功德被册封的阴灵鬼神，或守正道积功德的正道妖灵，才可立庙受供奉，其余皆为邪魔。然晚年传承后，嘉隆帝晚年昏庸，宠幸妖妃，朝纲腐败，连镇守村寨的鬼神也沦为贪赃枉法之辈。旱灾降临却拒不降雨，逼迫百姓每日重金供奉，甚至强索妻妾，对民苦视而不见，导致天下灾荒横行，民不聊生。百姓对官方鬼神彻底绝望。恰逢太行山县龙引降雨，百姓虽不顾朝廷禁令，偷偷聚集山脚祭祀野龙王求雨，将全部生机寄托于此，求龙王显圣，为郊区上百万百姓降下一场大雨。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老泪纵横，双手高举3炷香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仰望太行山高处，求龙王显圣，救我一家老小，求真龙显圣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黑压压的身影，齐刷刷的跪地叩首，场面宏大壮阔而又悲壮凄然。那如烟似雾的香火烟霞交织，纷纷朝着太行山的某个区域飘然而去。同一时刻，在某个村寨的祠堂内，一尊佛龛上的雕像微微晃动起来。明明是百姓供奉的鬼神，但雕像的眉宇间竟透露出穷凶极恶之相，岂有此理！这些愚昧无知的贱民，竟背叛本神灵！一道雷霆暴怒的声音在祠堂轰然响起，只见佛龛雕像烟雾袅袅升腾，匪夷所思的幻化成了血肉之躯，最终化作一尊10几丈高的红袍神灵。愚昧至极！这天下哪来的龙？求那传说中的龙王降雨，还不如将那些香火供奉于本神享用。这尊红袍鬼神望着袅袅升腾的香火，眼底闪过一丝肉瞳之色。与此同时，各大村寨被供奉在佛龛上的雕像一纷纷显与红袍鬼神如出一辙。若不是他们身有限制，无法轻易离开村中祠堂，怕是早已杀至太行山山脚下。求真龙显灵，救救我们这些苦难的老百姓吧！山脚下的百姓呼天抢地，哀嚎连连。祭祀已经接连进行了好几天，不知不觉手中香火彻底烧尽，一些年老花甲的老人绝望的痛哭流涕。而村寨中的鬼神看到这一幕，眼底闪过一丝畅快。求真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，这片天地早就无龙了，还不如直接求天老爷下雨呢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传来一声巨大的雷霆炸响之音，旋即郊区的天空一下子黑了下来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四起。见状，鬼神们抬头看着天色，表情逐渐的阴沉下来。不好，是谁要降雨，坏我们的好事？山脚下的百姓撑着难以置信的目光，看着滚滚而来的团团乌云，呼吸都仿佛迟滞住。莫非是真龙大人听到了民众的许愿，撕开了天幕，准备将天河之水倾注人间不成？百姓既惊又喜，又生怕这一切都是幻觉。然而天穹之上，一道闪电宛如利剑划过，拉开了降雨的序幕。下一刻，天空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挥洒在郊区的土地上，又似乎带着某种神奇的力量，落到青草上，青草瞬间变绿了；落到干旱的田地里，庄稼复苏了，整个田野瞬间充满了生机。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山脚下黑压压的百姓顿时抱团痛哭起来。可恶，谁在为这些贱民降雨？快快停下！祠堂的鬼神们气得鼻孔冒烟，等他们如光如电地朝着太行山天空望去，下一刻目瞪口呆，眼神满是惊骇。那乌云之中竟有一条蜿蜒的龙影若隐若现，怎么可能？真的有真龙显圣为百姓降雨？不对，大夏王朝龙早就灭绝，那是条蛟龙，并非真龙。这时鬼神们才纷纷想起，太行山有一条蛇走蛟渡劫，成功进化成了一条蛟龙。可恶的蛟龙躲在太行山，我等鬼神拿之没有办法，只能去青天剑找一品正神禀告。此刻青天剑内正在举行例会，一品司法正神城隍端然稳坐主位之上，身形高大巍峨。可下一刻他却突然面色微变，一双锐利无比的双眸猛然扫向了大殿之外。何处突然降雨？殿中4大判官8大将军皆一脸迷茫，纷纷将目光投向殿外天空，所见却是万里晴空，一片祥和宁静之景。正有一位鬼神欲开口回禀，岂料下一秒，一阵雷霆炸响之声骤然传来，一位主官反应敏捷，朝着殿外急射而去，一双眼睛迅速横扫四方天地，看清状况后匆忙赶回回话：仙长，乃是郊区降下
一场倾盆大雨，于是汹涌澎湃，铺天盖地，笼罩整个郊区数万村寨，恐怕非祠堂的那些鬼神所能为之。此语一出，现场的神明们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那岂不是说有人擅自降雨？城隍爷重重冷哼一声，一股无上威压如汹涌浪潮般瞬间弥漫开来。仙长息怒，待下官仔细详查一番，看看到底是哪个妖物胆敢如此肆意妄为。不必了，本尊亲自去看。话音未落，城隍爷伟岸的身躯已然消失在了大殿之中，下一秒便现身于城外郊区的地界之上。众神明只得乖乖紧跟领导的步伐。此刻的郊区，雨水好似被天老爷用巨型宝盆疯狂倾倒而下。城隍爷现身后，仔细观察雨量，与雨势眼底闪过一抹惊诧。此非风雷交汇水汽凝聚而成的降雨之术，而是呼风唤雨那等惊天动地的神通妙法，手段着实高明。纤长动若观火，目光如炬，却是呼风唤雨之术，实在是惊世骇俗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旁边的神明赶忙阿谀奉承起来：“大家快看，乌云之中有龙影闪烁！”百姓高呼：“真龙万岁！”莫非大惊小怪作甚？不过是一条蛟龙在兴风作浪。城隍爷怒瞪那位说话的主官一眼，心中暗自思忖：区区蛟龙怎会呼风唤雨这等神通？判官陆有道挺身而出：“太行山的蛟龙据说不过刚刚诞生数月，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讨好民间百姓，树立自身威望，收受香火，捞取功德，其野心昭然若揭。莫非真想化身为真龙不成？”百姓求雨，蛟龙降雨。城隍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关键信息，一双威严无双的眼睛横扫身旁的一众神明。每个村寨皆有鬼神坐镇，百姓为何会向蛟龙求雨？尔等有谁能给本尊一个合理的解释？原本还义愤填膺的神明们顿时鸦雀无声，速将当地的土地公传唤至青天见本尊。说着，城隍爷又深深凝视查思路有道一眼，眼神中满是失望之色。太行山卧龙潭，百姓香火祭祀，求真龙显圣降雨的声声祈愿，连绵不断地涌入我的脑海。山脚下那黑压压的人群更是清晰可辨，原本就渴望赚取功德的我，自然不会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绝佳良机，毫不犹豫对着山脚郊区的数万村寨施展了呼风唤雨之术。然而我终究还是大大低估了这项呼风唤雨之术的惊人消耗。法术一经施展，整个蛟龙之躯内那浩渺无尽的法力瞬间被疯狂抽取一干二净。好在我此刻安然卧于潭底，倒也不至于狼狈不堪。随后我全神贯注地开始观察雨量与时间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气势如虹，但其持续的时间却仅仅只有大约10分钟左右。6000年的道行法力，竟只换来了一场短短10分钟的雨。我暗暗思量，不禁苦笑连连，这恰似上一世的辛勤打工人。好在法力消耗殆尽之后，尚可慢慢恢复。我暂且偃旗息鼓之后，准备施展大象龙诀，全力吸收天地灵气，以恢复那消耗殆尽的法力。至于那些山下翘首以盼的百姓，只能深感愧疚了。雨下到此处已然竭尽全力，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异样。只见潭水上方，仿佛被某位神秘的神祇撒下了一层金碧辉煌的金沙，一股纤细若发丝的神圣光芒朝着自己铺天盖地笼罩而来。下一秒，圣光加深，宛如祥瑞之气从天而降。刹那间，我感觉灵魂仿佛得到了极致的升华，心神沉浸在无边的愉悦之中。霎时，我灵光乍现，脱口而出：“这是功德降临啊！”话音刚落，便见我的额头圣光闪耀，一块鳞片焕然一新，看上去就如同菩萨眉间那神圣庄严光芒四溢的佛印般熠熠生辉。这种惊天动地的变化，让一向淡定自若的我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自己的蛟灵竟神奇地化为了功德鳞片，万法不侵，万邪不进，天火不能熔炼，天雷无法毁灭，先天便立于不败之地。就一枚功德鳞片吗？我显得有些不知足，贪心的渴望更多。然而随着第一块功德鳞片的成功成型，我的额头圣光闪烁之间，大量的功德鳞片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，最后整整1000枚功德鳞片整齐有序地印在了我这条蛟龙的头颅之上。我这场雨下的也太物超所值了吧！我感到难以置信，难道功德如此轻而易举就能获取吗？但我并不知晓的是，看似仅仅下了10分钟的大雨，但却润泽了郊区上百万的生灵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雨不能停，待法力恢复，明日定要再接再厉。光阴匆匆，又是1日逝去，我凭借大象龙诀吸纳天地灵气，那因降雨而消耗一空的法力已然尽数补足。来，给我呼风唤雨！一声暴喝响彻云霄，我体内汇聚的6000年道行法力再一次被瞬间抽离殆尽。天空中电闪雷鸣交错，狂风呼啸着席卷厚重的乌云，郊区那数万村寨所笼罩的苍穹瞬间暗淡无光。这猝不及防的惊天动静，使得众多山下的百姓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们正欲携带香烛祭品前往山脚下虔诚祭祀求雨呢。龙王爷实在是宅心仁厚，此次竟无需咱们举行祭祀，必定是龙王爷深知咱们日子的艰辛，特意为大家节省了祭品。举头3尺有龙王，苍天终究是有眼啊！百姓们感动得涕泪横流，而随着百姓们的悲泣之声，天上的雨伴随着耀眼的闪电，如天河倒灌般倾盆而下，再次润泽了郊区那干涸的土地。龙王爷，让这雨来得更为猛烈些吧！一些豪迈的大老爷们在大雨中纵情狂欢。我太康寨要为山中的龙王精心塑造拟像，大兴土木建造寺庙，每日虔诚供奉。此语一出，众人的眼眸瞬间亮起。往年祈求祠堂鬼神降雨，那难度简直比祈求祖坟冒青烟还要艰难数倍，再也不受那憋屈的鸟气了。我景阳村也要为龙王建造恢宏的寺庙，设立长生牌位，不少村寨的村长纷纷踊跃响应。大家暂且冷静，为神明建造寺庙，唯有朝廷的钦天监才有这般权利。咱们私下建庙，可是触犯了大夏律法的重罪啊！有一位冷静沉着的老者开口劝解：管特么的那么多，朝廷每年册封那么多鬼神，可有
有一个是真心实意为咱们老百姓谋福祉的。你白溪村若是胆怯，可以不见。可还没争论多久，那轰轰烈烈的大雨说停就停。有人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定然是方才诸位说了不敬之词。”被山中龙王听闻，龙颜大怒，不再为咱们郊区降雨了。龙王爷息怒啊！我太康村日后定当是您最忠心不二的信徒，必定为您建造一座雄伟壮观的龙王庙。而在我这边雨停之后，来了！我望见头顶上方一阵圣光闪耀，功德降临，不多不少，又为我的头顶增添了整整1000枚功德鳞片。奈何头颅硕大无比，想要将整颗焦头全部镶嵌上功德鳞片，恐怕起码需要数万枚，依旧是任重道远啊。不过其中的益处却是无边无际。待到化龙渡劫之时，我直接拿自己的功德大脑袋去抵御天雷了，那画面光是想象就令人感到惊心动魄。恢复法力，提升修为，再接再厉，一生自我激励。签到任务圆满完成，我旋即进入修炼状态之中。接下来的数日，郊区每日皆有降雨，而且常常一大清早毫无预兆就开始下，有时候早的百姓才刚刚睁眼，雨就骤然停歇，就如同公鸡打鸣催促大家起床般。但即便如此，底层的老百姓最为淳朴善良，一些条件还算不错的村寨，已经在村中寻觅了一处风水绝佳之地，开始为山上的龙王建寺立庙。与此同时，在太行山以东牛头山，此地乃是牛族的领地，牛族之王牛魔王乃是太行山72路洞主妖王之一，其实力深不可测，极为强劲，而其脾气更是暴躁如雷。前些时日，牛魔王从长青尊主的树上城堡归来，心中便打起了我的主意。来人！洞府门外一位牛首领手持钢叉，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大王有何吩咐？牛魔王也不多言，太行山蛇族不是出了一条蛟龙吗？去给本大王将其抓来，本大王要将其扒皮抽筋，给长青尊上煲汤喝。是，大王。牛首领领命之后便转身离去，表情上未曾流露出任何的诧异之色。对于他们这种万年大妖而言，只要不是真龙，那便如同一条长虫。这时，一位胡美人端着一碗醒酒汤袅袅走来。大王，怎地一醒来便要抓什么蛟龙？莫非他招惹到你了？若惹到俺老牛，俺早就一拳将其打爆了，还用得着抓吗？牛魔王嘿嘿一笑，一把将胡美人揽入怀中。此蛟龙乃是俺老牛抓来献给长青尊上的，平日里想要讨好尊上并非易事，此次倒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片刻后，一位体型彪悍、浑身旺盛黑毛的黑汉，带着3名半兽猪人悄无声息地闯入了蛇族的领地。这位猪妖乃是得了自家猪王的命令，前来抓捕蛟龙，他自身更是一位万年修为且已完全化形的猪妖。小的们，大王说了，若是抓了蛟龙回去，说不定能分给咱们一块龙肉尝尝。据说那龙肉鲜美无比，食之可令修为大增啊！3个手持大刀的半兽人闻言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随后，他们穿梭于蛇族的山间密林之中，目标直指卧龙潭。然而，突然间地面开始大范围的剧烈震动起来，前方一排排的树木轰然倒塌，露出了一条庞然大物。那是一条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的惊天巨蟒，它一现身，几乎将后方所有的视线尽数遮挡。泰坦巨蟒！首领猪妖眼底闪过一抹诧异之色，见泰坦巨蟒朝着他们逼近，3个半兽人小弟瞬间摇身一变，化作3头犹如小山般的豪猪，准备与对方来个硬碰硬。先别动手，若是惊动了蛇王，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猪妖还算比较理智，然而话才刚说完，他便大惊失色，因为猪妖看到泰坦巨蟒的头顶上站着一位肥胖的中年男子，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蛇王煮酒！猪妖惊骇地叫出声来。糟糕，麻烦了！猪妖一脸的死气沉沉。刹那间，一股强大无比的蛇王霸气铺天盖地的笼罩而来，那3头显化出原形。豪猪瞬间四体跪地，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。小人乃是猪王手下，拜见蛇王煮酒大人。猪妖勉强还能维持人形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来抓蛟龙！站在泰坦巨蟒头顶的蛇王煮酒神色淡然，缓缓开口。猪妖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隐隐间，猪妖的后背已然冷汗淋漓。就在这时，蛇王又说了一句话，让猪妖大为吃惊：“你留下，让你身边的3个小喽啰进去抓。”猪妖瞬间恍然大悟，既然自家大王敢派他来抓蛟龙，定然是诸位妖王间已然达成了某种默契。谢煮酒大人成全。猪妖赶忙拜谢，随后命令3个小弟进去捉拿蛟龙，你滚到蛇族地界之外等着吧。猪妖哪敢有半分反对之意，掉头便匆匆离去。蛇王煮酒就这般静静看着3个半兽人朝着卧龙潭走去。莫说本王不帮你，拦住了万年道行的猪妖，这3个小喽啰你总能对付的。就知道给本王找麻烦，还敢私自降雨。如今来的是妖族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人族的高手也要来了。而此刻3头半兽人的猪妖颇为顺利地抵达了卧龙潭。出至此处，他们第一眼便被这片水泽福地深深震撼。那条蛟龙想必就藏在这深潭底部。一头猪妖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我们不惜水性，把他喊出来。”其余2妖点头表示赞同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喊话，骤然间周围树林沙沙作响，从4面8方席卷而来一股股令人胆寒的蛇类妖气，方圆10里的温度陡然下降。3头猪妖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无需用眼睛去看，他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山林之中遍布群蛇，切勿轻举妄动，先观察一番再说。一头猪妖明显怂了，此时哪还敢对着潭面高声喊话？没多久后，卧龙潭迎来了新的访客，来者共有6位，他们浑身黑灰，长着尖锐的脸，乃是黄鼠狼。6只黄鼠狼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，立在潭岸边上，一双双泛着荧光的眼睛阴狠毒辣地紧盯着潭面。你们也是奉了自家大王的命令前来抓捕蛟龙？领头的黄鼠妖问道。猪妖连忙点点头，眼中却掠过一抹欣喜。那为何还不动手？黄鼠妖满心疑惑地问道。难不成是在等他们到来？蛟龙仅有1条，大家可都是竞争对手，天色尚早，不必着急。你们若是着急，你们先动手。猪妖和善地回答道。黄鼠狼向来狡黠聪慧，更何况是修炼到黑毛境界的黄鼠妖。他们顿时环视四周，朝着山林望去。这一看，差点吓得尖叫出声。他们所看到的哪里是什么一排排树木，分明是一颗颗令人毛骨悚然的蛇头。似乎只要他们稍有轻举
举妄动，那些蛇就会如汹涌的洪水般袭来。天色确实尚早，我们也不着急。6只黄鼠妖也怂了，3猪6狼就这样呆呆地处在潭岸边，大眼瞪小眼，谁都不敢贸然行动。好在没多久，又来了5头高大威猛的牛头人，个个手持钢叉。蛟龙滚出来，俺们奉牛魔王之命前来抓你回牛族。牛头人甚是莽撞，刚到便放出狠话：5位牛兄弟，你们先瞧瞧周围的情况。猪妖好心地提醒道。然而这5头牛头人目不斜视，工作效率极高，直接飞身而起，来到了卧龙潭的上空，手中钢叉朝着潭面一挥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水花如注，四处飞溅。蛟龙滚出来受死！3猪6狼立刻观察四周，发现山林中的群蛇只是恶狠狠地盯着，并没有要冲出来的迹象。他们顿时无语了，感情是在当观众啊！我们也上，蛟龙就一条，可不能被牛族给抓走了。6只黄鼠妖对视一眼，也朝着卧龙潭的潭面飞去。最早到来的3头猪妖此刻也顾不得许多，同样飞身过去，等他们全部悬在潭面上空，全身的气场骤然放开，一道道凶厉的妖气在天空中疯狂席卷。蛟龙滚出来，莫要当缩头乌龟！在这摄人心魄的妖气狂卷下，他们开始嚣张叫嚣。就在这时，聒噪一声威严的斥喝如雷霆咆哮从潭底直冲而上，3个种族的大妖们瞬间目露凶光，齐齐看向潭面。这时，只见潭面中央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下一秒，一颗巨大的蛟头从漩涡中猛地钻出，犹如石破天惊。我那双如烛火般的金瞳朝上空悬浮的大妖们瞥了一眼，瞬间一股如渊似海的蛟龙威压重重地笼罩在他们的身上。3个种族的大妖顿时惊骇莫名，原本凶相毕露的眼睛瞪得滚圆，不是才刚走蛟没多久吗？为何给他们的感觉像是在面对种族妖王般？尔等让本蛟滚出来！本蛟滚出来了！你们究竟想怎样？我神态淡然地望着悬在上空的大妖们，眼底闪过一抹戏谑。俺们！3个猪妖手持大刀，说话变得结结巴巴，口吃就闭嘴，换个说话利索的。我一双蕴含威压的眼睛看向6只浑身黑毛的黄鼠妖，向来牙尖嘴利的黄鼠妖哆嗦了一下。我们，你们也闭嘴吧！我又将目光转向身高马大的牛头人，牛头人鼻孔喷着粗气，嘴巴张了张，却连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。你们既然话都说不顺畅，那就都别说了。但你们既然来了，虽是恶客，本蛟还是会好好招待你们的。欢迎来到卧龙潭！这句话一出，一股刺骨的寒风呼啸而出，下一刻，只见整个卧龙潭的潭水翻江倒海起来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巨浪化身为一条条狰狞的蛟龙，朝着种族大妖们扑去。树林中的群蛇皆瞪大了惊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，耳边很快就传来那些大妖惨绝人寰的惨叫声。那些大妖可都是具备5000年以上的道行啊，绝非泛泛之辈。怎么才刚开始战斗，就这般惨叫，如此不堪一击？并非这些大妖不堪一击，而是蛟龙大人的气场威压已经将他们击得溃不成军。另外这一手水势成蛟，杀敌于无形，施展的乃是一门大法术。蛇长老目光闪烁，眼神毒辣，看出了其中的一些门道。群蛇听了满脸崇拜之色。还有一点尔等可曾看出，咱们这位蛟龙大人来卧龙潭清修不过短短10日，竟然增强了数千年的法力。听闻此话，群蛇倒吸一口凉气。蛇长老又悠悠感叹道：真是万年不世出的修炼天才啊，天生就是为了化龙而诞生的。这时天上一头猪妖狠狠地砸在了他们林中附近，一个巨大的深坑瞬间出现，紧接着一个牛头人浑身湿透的砸落下来。那些种族大妖纷纷从天而降，全部奄奄一息，只剩一口气吊着。不远处传来一句清冷威严的话语：这些废物就赏赐给你们了。谢蛟龙大人，大人威武！四方山林响起震耳欲聋的激动之声。这些种族大妖都有着5000年以上的道行，是大补之物啊！群蛇吃了都能轻松增强上百年的法力，免去一番苦修。而我对付这些种族大妖时，仅露出了一颗大脑袋。可战斗结束后，我反而缓缓动了起来，蜿蜒的娇躯逐渐脱离潭面，直立而起，朝着某个方向淡淡说道：前辈其实无需帮我拦住那些万年妖，没必要。话落隔空传来蛇王主九阴恻恻皮笑肉不笑的声音，那看来是本王多管闲事了。我微微一笑，伟岸的娇躯朝着远处方向半鞠躬：前辈提携之情，晚辈铭记于心，不敢当。本王不过是一条不敢化龙又没有胸襟的蛇，当不起你蛟龙的大礼。我一愣，你堂堂蛇王何止是没有胸襟啊，特么的还小气记仇。这时蛇王的声音再度传来：那些种族妖王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这次不过是派了一些小喽啰过来，下一次恐怕就是大阵仗。无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倒是自信的很。希望那些种族妖王杀过来时，你也能这般云淡风轻。前辈，晚辈有一个建议，说蛇族封山吧。